感谢您光临杂学咖啡馆，我是说书人 K。今天的读万卷书板块继续与您分享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传奇一生。内容来自由美国作家马丁·舍温和凯伯德所著的《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本书也是诺兰导演奥本海默的同名电影诞生的重要契机。上一期我们讲述了奥本海默波折的求学经历，天才横溢的表面下是他各种精神的撕裂，好在他终于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部分，奥本海默如何成为那个奥本海默。书里重点讲述了他的两个经历：领导伯克利物理系和曼哈顿工程。1929年，奥本海默决定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在美国开始教授量子力学。他鼓励学生们叫他的昵称奥比，并和学生们一起探索量子力学的各种可能性。凭借独特的个人魅力，奥比成为美国理论物理学界的旗手，伯克利也成为美国的哥廷根。但他的老毛病依然存在，不断打开新问题的大门，然后把剩余的研究留给别人，自己则向另一个问题进发。这种性格让他变得博学，却无法像同期的其他学者那样拿到诺贝尔奖。奥比不是一个静得下心的人，他的野心太大，仅仅一个研究方向是无法满足他的。再加上从小接受的自我批判教育，让他也不敢一直执着于某个具体问题。这个时期，他在学术以外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生活，二是政治。生活方面，他开始接触印度教的修行和哲学。他学习梵文，阅读印度教史诗，比如《博家梵歌》。后来他常把这本书当作礼物送给朋友。在《博家梵歌》中，神说服王子，即便敌方有自己的亲友，也应该履行自己战斗和杀戮的宿命。这种宿命论让他感到耳目一新。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个人意志很重要，所以他对人对己都保持很高的要求，并常常担忧自己行为的后果。而这个印度神话却跟他说，没关系，你就老老实实干活就行了，因果业力会帮你安排。这两种冲突的观念，有时激励他前进，有时又安慰他不要沉溺于自我反思。最终的结果是他内心的撕裂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1934年之前从来没有关心过政治的奥本海默变得入世，开始积极参加社会运动。那一年，德国纳粹上台，他远在德国的亲戚开始受到迫害，而美国的大萧条又让工人生活难以为继，各种罢工在加州此起彼伏。政治开始入侵奥比的生活。从1936年起，他结交了很多亲近左翼的朋友，比如同在伯克利的文学教授希瓦利埃。不仅如此，他还交了一个美国共产党的女朋友琼·塔特洛克。希瓦利埃和塔特洛克带他接触了更多的美共党员，他开始频繁地给各种左翼组织捐钱，参与关于政治的公共讨论。他还亲自组织教师工会，号召大家为西班牙内战中的左翼武装捐款。在当时，美国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都在支持有益于社会正义的事业，其中也包括了美国共产党。不过在1939年8月，在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他产生了怀疑。虽然他仍旧支持左翼组织，但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他和塔特洛克的关系也并不平静，两个人总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刺激到对方，堪称相爱相杀。奥本海默回忆，他们有2次差点结婚，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分手。但他们俩一直保持联系，直到1943年琼去世。他的新女友基蒂也是美国共产党成员，前夫在支援西班牙共和派时牺牲，然后嫁给了现任丈夫。在基蒂怀上奥本海默的孩子后，才和丈夫离婚，并嫁给奥本海默，陪伴他到去世。3个人对这段关系都非常开放，多年以后仍然一直是好朋友。当时他的身边几乎都是活跃的美共成员，包括弟弟弗兰克、弟媳、妻子塔特洛克、房东以及他在伯克利的几个研究生。但如前面所说的，奥本海默不愿意把自己束缚在某一种特定的理论上，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赞同美国左翼的自由知识分子，而不是正式注册的美国共产党员。
在这段生活的背景下，奥本海默开始走向原子弹之父。1939年，德国人的核裂变实验成功，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和所有物理学家一样，他知道这一旦武器化将会是一个超级炸弹。2年后，美国开始着手开发原子弹，也就是曼哈顿工程。由于整合各领域知识的能力极强，奥本海默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批被招募的科学家。他被委派组织一个高度机密的研讨会，聚集顶尖的理论物理学者，着手讨论原子弹的设计。而他的政治倾向也成为了美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担心原子弹的技术会被泄露给苏联。尽管美苏两国已经成为盟友，由于曼哈顿工程由美国军方负责，因此对这种军事机密的保密要求更加严格，甚至拒绝给奥本海默发放安全许可。1942年9月，工程兵上校格洛夫斯开始接手曼哈顿计划。作为负责人，他需要在全美考察能从事铀矿精炼工作的实验室。1个月后，他在伯克利见到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向格洛夫斯提出，因为整个计划需要大量跨学科的协作，所以各地的实验室都应该集中在一起，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点完成所有研究和生活。这个中心实验室的想法立刻打动了格洛夫斯，而且他感觉到奥本海默巨大的野心会让他更容易被军方掌控。于是格洛夫斯力排众议，任命奥本海默负责中心实验室。不过当时除了格洛夫斯，没有人相信奥比能够领导这么大的项目。奥比终于有机会把他爱的2件事合并在一起，他提议把实验室设在他最喜欢的新墨西哥州的那个峡谷洛斯阿拉莫斯。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小镇，包吃、包玩、包医疗，让科学家们可以安心的工作。在这个项目里，奥本海默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领导风范。在那之前，他的朋友拉比认为他连汉堡摊都管不了。然而，奥本海默在曼哈顿计划中不仅仅是洛斯阿拉莫斯的负责人，更是所有美国科学部门的领袖。他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博学和魅力，尽可能介入每次讨论，促进跨学科交流，并帮助科学家们达成共识，指出合理的前进方向。提炼技术、原子弹起爆方式等等环节都是他帮助敲定的。在他的管理下，很多不同国家的顶级科学家都加入了这个工程，而且各尽其才。比如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不服从管理，总想搞核聚变武器，还威胁要辞职。奥本海默就让他专门去做氢弹的理论研究。他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团结了所有科学家，坚持以开诚布公的原则开发这个对人类历史将有巨大影响的武器。洛斯阿拉莫斯的成功经验让美国科学界把奥本海默视为模范，他成为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而且很可能没有之一。另一方面，奥本海默也表现出了他在政治上的天真。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坚持穿军装，而且要求所有的实验室负责人都入伍接受军队管理。奥本海默似乎认为只要自己顺从他的对手，就能够让他们停止针对他。直到好友拉比劝说他，不该让实验室的科学家太过军事化，应该加强的是实验室的组织管理。自此，奥本海默才真正走上了管理者的正轨。可惜的是，拉比作为能够当面指出奥本海默错误的人，由于拒绝为军队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加入洛斯阿拉莫斯。而且和很多美国有左翼倾向的科学家一样，奥本海默仍被美国军方提防着，直到1943年。经过无数轮的审问和漫长的审查，他才拿到了最高等级的安全许可。随着地位的提升，奥本海默开始以科学顾问的身份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曼哈顿工程第一次给了奥本海默和美国政府高层结识的机会，他很快发现自己的个人魅力不仅能够指导学生，还能够影响位高权重的决策者。特别是1943年，他崇拜多年的波尔也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这给他很大的鼓舞。波尔告诉奥本海默，除非能够在原子弹投入使用前就和苏联等国分享相关情报，邀请加入国际核武器控制协议，否则这种毁灭性的武器将会使苏联也开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库。
这种核军备竞赛一旦开始，人类将会永无宁日。波尔主张分享核武器的秘密，争取让苏联一同加入一个开放的世界，消除阵营之间的敌对。此时奥本海默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大炸弹，还可能会带来人类社会的自我毁灭。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奥本海默经历了伯克利和洛斯阿拉莫斯的2次成功管理经验，成为了美国科学界的公认领袖，也成为了美国政府决策层中科学家的代表。他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的学识和威望去影响美国政府和社会公众，但游走在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奥比其实只懂得前者，在面临后者的算计时，总是表现得过于天真。他坚持的开诚布公原则和反对继续开发核武器的立场，招惹了太多的人，他很快就将意识到这一点。接下来就到了全书最高潮的第3部分，预知这位原子弹之父如何走向悲剧，人类将获得什么样的启示？且听下回分解。感谢您的观看，并请点赞关注，我们明天见。